带1万元来越南生活，能生活多久？有50万在越南，是不是土豪了？是不是大哥了？接下来视频我们聊一聊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蒋哥啊，我在越南生活。很多老铁问我啊，带1万块钱来越南能待几天？然后呢，有50万是不是在越南很有钱了？啊，很有条件，是土豪了。接下来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啊。越南这边汇率比较高，如果一块钱现在等于3500左右。如果说你带1万块钱，现在要换的话就是3500万。你来这边的话，你一下千万富翁。如果说有50万啊人民币的话，现在换的话就是相当于17亿多，一下你就是亿万富翁了。不过17亿呢，在越南呢，胡志明吧这边还买不了房子，买那种公寓啊小户型的，外面啊都要20多亿。我有朋友去年买的，就是花了22亿买的。这个它是面值大，但是钞票的面值大，不代表它就是说这个钱呢，很精花啊，这个东西都是对等的，明白吧？就是我们来这边吧，你刚开始来的时候，你觉得花钱很快，你无所谓了，反正这个金额很大，你1万块钱搞不好的话，4天左右都花没了。正常的消费的话，1万块钱来旅游，你住酒店里面一天要不要100块啊？一天100块，你这吃饭100块，找个翻译200多块，充个手机电话费啥，打个车的话，还没有去哪里玩500块钱基本都没有了。如果你不找翻译的话，自己玩的话还能省一点。如果你去夜场的话，那几百块钱也没了。一天500块钱左右消费肯定是要的。1万块钱一天500块钱，你能玩20天啊，不能去 KTV 啥的啊。如果说你有50万啊，50万相当于17亿，17亿的话，你的话买房子是买不到的，但是在这边做点小生意是可以的啊。能待个2、3年，如果没有任何收入的话，你可能也就待个2、3年左右就得回去。如果说你有50万啊人民币，跟越南人当地人比的话，普通的那些家庭的话，你是有优势感的，你是土豪，你觉得是大哥来的啊？因为他这边的工资啊比较低，才2000多块钱一个月，很少有人呢能攒到50万这么多，所以说优越感还是有的啊。但是你来这边的话，毕竟不是你的家，你异国他乡，你有病了啥的，你又没人给你报销，对不对？你要在哪里去，你搞不好交点罚款，然后呢，做生意你有可能掉坑里啊，还能亏一点；不做生意还好一点，做生意赔的还更多。你找不到赚钱的方法，这样的话钱花得很快。而且在外面吧，你吃饭吧，他这边物价是很低，但是有的时候你去酒吧啦或者 KTV 啦这些消费场所中要给点小费啊，你不能说按照菜单这样算。这边国家都是小费国家，东南亚国家。还有你这边吃饭，越南人的餐厅啊就是很便宜，中国人的餐厅还是比较贵的。如果你吃不习惯的话，在这边待的话，你就觉得很辛苦。我来这2年多，我主要是吃东西吃的不好啊，我不喜欢越南的这边的那个他们炒的菜啊，我都是在中餐厅叫的，或者我自己在家里做。在中餐厅叫，这个东西都是在我们国内要贵1倍。我们国内的一样菜的话，一模一样的分量的话，要贵1倍左右。这边的越南菜吧，一般都是吃一些粉啥的啊，一般的小盒饭啦、小粉啦这样的啊。他这边的是5万块钱左右啊，5万块钱相当于15块钱，应该能吃得很饱了啊，里面都有肉啥的。如果你去 KTV 消费的话，一瓶啤酒的话可能要15块钱，酒吧这样，1000块钱啊，1000块钱可能 KTV 的话玩不了啊。如果说去酒吧还可以，去 KTV 的话可能要3000块钱左右，几个朋友才能玩好。范屋老街的酒吧吧，那边的小酒吧里面的消费是一杯啤酒啊15块钱，就是5万。如果说你去里面消费的话，正常的话一天的话200-300块钱是可以的。如果去那些 KTV 的话，消费就高一点啊，在2000块钱左右。2000块钱左右的话，像
将近七八百万。他这边的面值特别大，然后你花钱感觉很爽啊！你给个10万8万的啊，你觉得很爽，这种很舒服，很刺激你的消费啊。你可能你不知道，你不觉得你待久了你就知道你钱不够花，反正你今天换点钱了，换点越南盾，反正就花出来。今天换点你就花出来，你都不知道怎么花的。其实他这个物价还低，但是你就花钱的感觉很爽，一拿出就是10万8万的，然后来吧，不差这个。但久了之后，你会发现兜里钱很快就没有了。老婆，我说的你听得懂吗？我说来这边的花钱花得很快。你老公我来这边的2年多，我找你做老婆2年多，我花了50多万。没有，我找我媳妇还省钱啊！我找我媳妇我之后啊，我不出去玩，我还省钱，没有应酬了。以前的话，我经常喜欢出去玩，那你都花钱更多。找老婆之后呢，老婆管得很严啊，就在家待着，不可以出去啊，不可以出去按摩，啥都不能干。这种的话，还那个消费太少了啊！我建议你们以后来这边的话，如果有底儿的话，可以找个越南媳妇儿，到时候让她管着你，这样的话你，能在这边多待一段时间，钱不能花完，因为他控制你啊！谢谢老铁们支持啊！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，感谢大家关注啊！带100万来越南可以过什么样的生活？是不是可以养老了？有100万人民币，是不是在越南可以买房子、去结婚、找老婆？接下来的视频我们聊一聊啊。Hello， 老铁们，大家好啊！我是翔哥，我在越南生活，旁边这是我老婆，她是越南人啊。一晃我在越南已经快3年了，我在这边的话，很多朋友问我，你带多少钱来越南的？你找你媳妇了？然后在越南生活了这几年，有没有带100万人民币来？100万人民币可不可以来越南养老？能做点什么？其实我没有带这么多啊，我刚来的时候就带了几个 W 的话，我是来越南来旅游的，没想到来这里的时候吧，碰到疫情了，然后就没走了，然后一直在这边生活。如果说你有啊，就是说有一些收入，或者是有生意在这边做，那你带多少钱来这个都不重要啊。很多大哥说的来100万，我的人民币我来越南可以当土豪了。是不是不用奋斗了，娶个媳妇儿不成问题，这一辈子就完事儿了？100万嘛，相当于越南盾35亿左右。如果说在我们国内打工的话，能存下100万的人呢，现在是很少的。在越南平均工资不到2000元啊，更不可能攒下。普通的工人的话，不可能攒下有100万。你有100万现金的话呢，你绝对是大哥啊，走到哪里都是大哥。但是如果说在这越南安家，你是不是可能要买一套房子？如果是胡志明买房子，还有河内啊，就那河内的房子，现在均价都要在4万块钱以上1平方。如果说胡志明的话，跟那个河内也差不了多少，周边的那个胡志明周边的都要1.2万以上的就是那种还是公寓楼啊，就是说公寓楼没有说的买永久产权的那种地皮，买永久产权的还要需要越南人的名义，你还买不了。你必须要找个越南老婆这样挂靠。其实吧，大家可能对越南的印象啊，就是比较落后啊，就是在大家的印象里啊，这边的东西啥比较便宜啦，那个消费也比较低。在这边的物价吧是比我们国内稍微低一点，这是指那些水果啦、蔬菜啦或者肉食海鲜啊，吃的东西比我们国内是低一点。如果说要是买东西买这些锅碗瓢盆啦，这些东西啊，家里的这些日常用品的话，比我们国内是要高的，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国内进口过来的，还有给其他国家进过来的，它自己本身生产不了。所以说，在这边的消费吧，你看着是低，但是在生活中的消费并不低了，如果说你在这常住的话，100万，你买这个胡志明这边的房子很难买得到，还得买个2手房那种小公寓。然后呢，自己装完修之后没剩几个子儿了，更不用说再结婚找媳妇儿这些的，可能还要花一点。然后你长时间没有收入的话，你在越南的话，你怎么办啊？你不用交管理费啊，你不用水电费，不用花钱
这个也是一个一个弊端啊，因为你在这边没有工作。如果说你在这边呢有生意做啊，然后持续的有收入，这没有问题啊。如果说有些大哥说的，我来100万，我就是神豪大哥，我在这儿当皇帝，你可以当几年，但是以后的话不一定好说啊，肯定有钱花完的那一天，对不对？有大哥说了，哎，那我们这胡志明这房子这么贵，我们去农村啊，越南农村那个房子比较便宜。越南的农村呢，你去那里的你又不是种地啊，而且吧，你那个农村都是以那个打鱼啦，或者是种一些水稻啦，种一些咖啡，你又不会干，你去农村干什么去了？你人生地不熟，语言又不通，没人跟你打麻将，没人跟你打牌啊，你到晚上9点钟肯定熄灯睡觉了。我估计你在农村待1个月你就得跑了。啊，你在越南农村还不如在我们国内呢，啊，我们国内的4、5线城市的话，那种乡下的话，你过得更舒服，你何必来越南呢？越南的领土面积啊，比我们云南省还小，但它的人口差不多有1个亿了，9000多万。然后它这边的山丘比较多，在北部呢有很多大山，大山不适合盖房子，只有这种平原的地方还比较少，所以说它这个房价一直是比较高的啊，一直没有跌下来啊，而且每年的房价还在往上涨，而且很多中国人呢前几年过来的，他买了很多房子给这囤的，这样呢他们做那个房地产生意，把这个房价又炒高了，所以说这段时间过来的话，如果说100万的话，做点生意啊，娶个媳妇是可以，但是如果说在这买房子，可能买不到，找个老婆绝对没有问题啊，然后过个10年8年的也没有问题。如果说过得不开心，还可以带他回国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有生意在这边做了，持续的有收入了，你可以在这边定居。在越南生活吧，还得要在城里面，在市里面，这边医疗条件啦、上学了还是比较好的。在农村的话，太难了啊！这边的农村呢，很多蚊虫啦，那个环境并不是很好啊，生活的条件并不是很好。我在这边胡志明住的还可以，它这边相当于我们国内那样2线城市，在越南那边是1线城市，胡志明是越南最大的城市了，相当于我们国内的上海，但是跟比较来讲的话，就像我们国内的2线城市，2线城市的话，我现在在这里生活的话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压力。100万呢，如果说在越南玩的话，或者是娶个媳妇儿，绝对能过了几年啊。找个老婆做点生意绝对够了啊！慢慢做点生意的话可以安家，以后可以吃一辈子也有可能啊！不要乱花就可以了。感谢老铁们支持啊！老婆，我跟他说的你听得懂吗？懂一点点。懂一点点。我说他在这边买房子，要花很多钱，带的钱可能不够，要慢慢在这边做生意。这样的话有钱了之后再慢慢想。如果不开心的话，可以收手啊。不至于的话，在这边一直亏着。感谢大家关注我们啊，谢谢大家支持啊，给我点点关注啊，点点赞。在越南买个大冰柜要花多少钱？前2天我老婆买了个冰箱啊，用了1个月，她说太小，她给换掉了啊。今天来个大冰柜给大家看一看啊。现在送货送到这里来，的车开不进来了，一会儿让他搬进来啊。这是送冰箱了。这个什么牌子的啊，老爸？啊，越南牌子是吧？越南的啊，搞不好的话也是我们国内的那个老板做的啊。现在在这边贴牌的特别多啊，这个冰箱都是贴牌的。哎呦，他真有力！哎呀，他有推车，他不拿推车呢啊，这家真有劲。什么牌子不知道啊？是越南牌子，搞不好也是中国人做的。哎呦，现在我老婆做奶茶用的啊。她之前买个冰箱，她给卖掉了。
那就换一个大的。多少钱啊500多万。 500多万是吧？便宜不贵。啊，买了这个牌子的冰箱，给它修一图。这个大冰柜，它做奶茶用的。500多万相当于1500多块钱，1500。这是多大层的？这也看不懂。我给他10万。给他10万呢，送货的是吧？他了，让我看看了，让我给他多一点。啊，给点小费是吧？哎呦，我老婆挺好啊，多给30块钱小费啊，他刚才扛过来的，那个东西很重啊。520万。520万的冰箱。对了，给他530万。哎呀，行，不贵不贵，这回那个不要再换了啊，继续用这个了啊，不要再换了。如果我太多个人，我换大一点。别换了，你上个月才换，你还要再换，你疯了！你老得换冰箱，1个月换2个月了，买2个冰箱，啊。现在每天呢，我卖200倍。200倍，如果多，我换。哎呀，行行行，你不用换，你再买一个就行了，多买一个 ，OK 了，你别再换了。买一个。啊，行了行。漂亮吗，老公？漂亮漂亮，哎呀，你最漂亮了。不是，我冰箱。这叫冰柜。冰柜。啊，这越南品牌的。这个是越南冰柜。啊，越南冰柜。哎呀，我看小了。你看又小了。你可别拉倒了，你可别换了啊！下回再买一个吧，别再折腾了。你看你买点东西，上个月换了一个冰箱，这回又买了个冰柜。你2个小时之后再插电啊。好了，行了，啊，漂亮啊。